近日，央视公开报道了歼20的生产车间。不过，作为一款全球顶尖的战机，歼20采用的组装方式却是手工组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歼20是我国目前最先进的战机，虽说现在已经公开亮相了无数次，但是大家还是很好奇，这么一款先进战机到底是怎么从无到有打造出来的。在近日，央视就公开报道了歼20的生产车间，将歼20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告诉了大家。不过和大家想象中的不同，这么一款全球顶尖的战机，大家本以为是靠着大量的机器人以及各种机械设备打造出来的，结果在央视公开的画面中，这款战机却是通过我们的技术工人一锤一锤地敲出来的。这也让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先进的战机采用的却是人工这么原始的制造方法呢？在这次公开的画面中强调到，由于歼20作为一款现代战机，所以很多精密设备的零部件对精密度要求极高，有些精密部件的孔径精度必须为 0.02 毫米才行，并且歼20这款战机身上需要上万个孔洞来进行铆接，这样才能保证战机的成功组装。听到这儿可能有些人会感到疑惑，歼20这么大的东西，为什么还要采用铆接的方式？其实不光是我国的歼20，全球所有的先进战机几乎都采用的是铆接技术。相比较铆接，焊接技术虽然简单粗暴，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现代战机采用的都是复合材料，而焊接相当于一个金属再加工的过程。金属结构很容易在复杂载荷和受力环境下产生形变，焊缝附近的金属材料性能也会被削弱。对于一款长期处于高温、高压等极端环境下的战机而言，这会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并且现代战机讲究的是可靠性，采用焊接方式，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的水平。而铆接的连接强度比较可靠，各种参数误差较小，容易进行标准化生产。即便是出现操作失误，也可以进行铆钉的替换。另外，战机在受到较大冲击和震动载荷的情况下，铆接的连接方式也能够加强战机结构的稳定性。对于战机的后续维修保养，铆接也是一种十分方便的方式。如果采用焊接，那么飞机蒙皮下的电子设备和传导线路在每次进行维护保养时都要重新撕开一次表皮，不仅提高了维护难度，对飞机也是一种损伤。也正是因为这样，即便是歼20这种全球顶尖的战机，也必须采用最为原始的铆接。而想要铆接，就离不开制孔。在歼20的身上就需要技术工人钻上数万个的孔洞才行，并且这数万个的孔洞要相对于战机平面任何角度都是垂直的，偏差不能超过正负3度。打上一个孔洞是挺容易的，但是这数万个孔洞都要保持一致，就是十分困难的了。不然的话，一直以工匠精神出名的日本和德国，岂不是早就能批量制造出5代机了？哪还至于要去购买美国的 F-35 战机？再加上歼20虽然作为一款重型战机，但是在重量上却比身为中型战机的 F-35 却大不了多少，这就导致了歼20实际上内部空间很小，需要搭载大量的其他精密设备。技术人员在进行打孔的时候，往往需要采用仰、躺、趴、跪，甚至是倒吊的方式，让施工难度进一步上升。这也是我国此前歼20产能较少的一个原因。而经过了这么几年的努力，我国吸收了大量的技术并进行自我改良，再加上在这几年制造歼20的经验，已经成功实现了在标准化生产工艺下具备较高的生产效率。目前歼20的数量甚至是达到了200架，产能来到了年产量50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有人可能想说，即便是达到了50架，那也不如 F-35。F-35 一年的年产量都来到了150架，歼20只能算是 F-35 战机的零头。但需要注意的是， F-35 这款战机本身就是美国为了迎合全球市场推出的一款5代机。
是集结了全球多个国家之力一起进行生产的战机，虽说产能大，但问题也多，时不时的就会摔上一次。而歼20至今仍然保持着极高的安全飞行系数。作为一款全国产战机，无论西方国家怎么制裁，都影响不到歼20的生产交付，并且伴随着技术经验的积累，歼20的建造速度只会越来越快。